哎呀，你们几个人呐，都是属公鸡的，天还没大亮就叫起来了。哎，望道先生也来了。您好，陈先生。啊，哎，沈先生为什么提着酒啊？不说我也知道，快拿出来吧。陈先生，完璧归赵。哎，这叫完璧归陈。还有一侧也要完璧归戴哦。归还戴先生。啊，我给他的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啊，是我从东京带回来的，它主要是靠日文版来翻译的。你给他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他翻译中文的时候呢，做参照之用。陈先生可是回到他的老家义乌，挑灯整整干了3个多月。陈先生，把译稿拿出来给仲普兄过目。好。陈先生，给。仲普兄，我这位浙江老乡可谓是不负众望啊！啊，哪里？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哦，好。哎呀，仅读几行字，便知望道先生一笔之漂亮啊！仲普兄啊，这次望道先生来上海，就不准备回浙江了。我和季陶商量了，聘请他为《星期评论》的编辑，怎么样啊？好。哎，我说酒呢？在呀，喝呀！对呀，我是当家的，你这2天血压高。共产主义的幽灵都进家门了，血压再高也得喝呀！啊，对，嫂子，再拿一个盘子，我这有香山萝卜干，柜子里还有花生米啊，多拿几个酒杯。哎，来，来，盘子。好嘞，晚上。好。哎，好了。你们喝着，我就弄点菜。哎呀，来啊！一位马克思·恩格斯，2位陈望道先生，哪里，3位专门借我这册英文版的李大钊，4位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先生，5位诚聘陈望道来上海共事的沈玄庐啊！干杯！啊，干杯！来啊！哎，慢。我今天高兴啊，我要多说几句。这本《共产党宣言》呐，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啊。最早是德文版，后来出了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文版的全译本。当然了，在北京、上海的报章上也片段地译过一些章节，也登过不少。我和李守常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什么时候能有中文版的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呢？是。望道先生，你是义乌人吧？义乌人素以骨头硬闻名啊。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专门招募义乌人，组织了戚家军呐，那是攻无不克呀。这次望道先生也是攻无不克呀，你肯定是戚家军的后代啊！今天呐，你功不可没呀！来，望道，为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有了自己的圣经《共产党宣言》，干杯！对，干杯！干杯！来啊！慢。还有一句重要之言，
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呀。哎，这酒怎么这么难喝呀？说到底不是你家里的酒啊，是我带来的酒嘛。陈王道先生，你既然已经译了《共产党宣言》，也就算得上是半个共产党人了。你戴季陶、沈玄庐虽是国民党员，可是一向以兴其评论为豪欠，鼓吹社会主义，也该算是半个共产党人吧？既为同道，便是同党。我看，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就该应运而生了。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真是巧！来，君麦，再拿个杯子来。来了。来，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做文章说空话，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对，仲甫兄就是这个意思啊。哎，诸位意见如何呀？哎，这还用说吗？我们以举酒代替举手，先把这杯酒干了，怎么样？慢，好。哎呀，你这个人呐，一向是快的急性子，今天怎么老喊慢呢？一个党的取名，如同一个人取名，必得响亮。名亮则路宽，路宽则人众，人众则事成。我们既然组建党，必取一个亮堂堂的名字。对呀，就如安庆有个独秀之山，安庆就有个独秀之人呢。我们按不按马克思的取名呢？哎，就取名叫中国共产党，如何呀？哎，我看可以。不妥。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并不多，凤之矛，麟之角，还不如取一个更易于大众所能理解的称谓，比如中国社会党。天津的江抗虎成立过中国社会党。哎，肌肤为社会党，骨肉为共产党，这也是一法啊。姿势体大，我还是写封信去北京，与首长商议之后再定。哎呀，管他什么名字嘛，先把这杯酒干了好不好？对，写的手都发酸了啊！来，干！好啊！中国共产党。是啊，中国共产党，这将是我们自己组建的党，是中国劳苦大众的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仲甫从上海来信，征求我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我回信建议他叫中国共产党为好。这个名字挺响亮的。是啊，要让这个名字响遍全中国。仲甫在上海行动得快，我在北京也要加快步伐。明天我就得约人来谈。哦，对了，先找湖南来的毛润之，他的区章团还在北京。哎呀，我忘了告诉你，前天毛润之来找过你。哦，他说是来向你辞行的，他要赶到上海去，说是为湖南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人送行。真可惜不过他到了上海一定会去找仲甫的。对。正如李大钊猜想的，毛泽东赶到上海，
除了送别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之外，就是想会见陈独秀，但是他一直未能见到陈独秀的面。陈独秀这些天正忙于在上海纺织工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做演讲。中国产业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已越来越为陈独秀所关注。陈独秀来了！诸位工人师傅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吗？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工人师傅们，你们是有力量的。看看我们四周吧，大家穿的衣服，不都是你们纺的纱、织的布？没有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活活冻死。商人还能做生意吗？兵士们还能打仗吗？警察来了。小孩子们还能长大吗？街上还能有人行走吗？快走吧！等一下，你们要懂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你们创造的，没有你们，便没有这个世界。但是，你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却仍旧叫你们受穷。你们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啊，饿了吃不饱，冷了没衣穿，病了缺钱抓药，生了孩子没有钱去念书啊！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啊！仲仆，走吧。啊！工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一定要结成团体，不结成团体是不行的。但我要告诉你们，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是再结1万个，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在那些工会里面，一大半是下流的政客在里面出风头。旧的工会公所里面，一大半也是佃东、工头在那里包办，他们不可能给你们谋取任何利益。觉悟的工人们呐，你们要另外联合起来，组织起你们真正的工人团体。你们要用自己这双做工的双手，为你们自己谋利益。对，陈面说得好。工人兄弟姐妹们啊，团结就是力量，5个手指捏拢就是拳头啊！工人弟兄们，警察！警察来了！站住！站住！站住！小心点，使劲，快！国际分子在那儿，快，抓住他！哎呦！先生，快！当过医生吗？
比医生差点儿，是护士。啊，还疼吗？有一点。在北京也翻过一次墙，把脚扭过。看来呀，你不太会翻墙。是啊，没想到在这黑暗的社会下，为了宣传真理，还首先得学会翻墙啊。你这是陈伤，得抓紧治，不然呢，到老了会落下毛病的。我还不老吗？都40有余了。对于男人来说还不算老。好了，谢谢。不用谢。要说谢呀，我还得谢谢你呢，陈先生。你认识我？我听过你的演讲，今天是第2次了。不过是在墙外听的。我讲的有道理吗？有。我也说不清，反正听了你的话，觉得长志气、长力量，眼睛亮。能问你叫什么名字吗？施之英。太不像话了！肃静，肃静。被告周恩来，你带头聚众，冲击直隶省公署办公室，扰乱政府正常秩序，你知罪否？我知罪。他怎么认？没有罪，我知罪，是因为我已经明白，在天津，在中国，什么是犯罪？什么是犯罪呢？爱国是犯罪，抵制日货是犯罪，谴责日本浪人的暴烈罪行是犯罪，保护民族利益，向直隶公署呼吁，要求见公署专员是犯罪。肃静！被告公然混淆是非。既然本人是混淆是非，所举之例皆非犯罪，那么，试问，警察用枪托殴打学生，使他们流血，是不是犯罪？警察厅拘捕社会公共团体的成员，并长期不予审讯，是不是犯罪？今天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当然是我审问你。真理在谁的手上，谁就是法官。今天是我代表真理，代表爱国学生和爱国民众，审判一切践踏民权的野兽般的暴行。好，太好了，说得对，说得对，太好了。肃静，肃静！现在，本庭宣布判决书。迫于天津各界民众的压力，天津当局感到众怒难犯，决定释放被捕代表，但他们仍然死要面子，不肯承认错误，强把罪名安在被捕代表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时间正好是代表们被关押的时间，于是法官又宣布期满释放。1920年炎热的夏季里，一批批有志青年纷纷漂洋过海到西方寻求救国强国之道之时，陈独秀在上海组建共产党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张国焘也带着李大钊的使命来到陈独秀家。哦，陈先生简直太热了这上海的夏天比北京难过多了。不过，我这心比天气还热呀。
筹备会开得很成功，非常成功啊，为未来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的建立啊奠定了基础。哦，这是我们草拟的10几条党纲，请你把它带给首长，并且要转告他。我们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党的组织和发展，希望首长从速在北方进行发动，从北京小组开始，再向山东、山西、河南、天津等地发展。我一定原原本本的转告给李先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首先诞生的时刻，指日可待哦，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维金斯基同志，这位是翻译杨明斋同志。你好。他是苏俄共产党员。假如我们今天成立共产党，他可以转为本党党员了。你好，你好啊，你好。好了，就差此物主人戴季陶了。哦，戴先生啊，他在孙先生那里，我们是刚从他那儿来的。好了，我们不等主人了，开会。小松啊，把门关上。今天这个会啊，乃是结党之会。何为结党呢？只为4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谋取利益。我党何名呢？我与首长商定，中国共产党。右新印刷厂已将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了。首版1000册，每人发1册。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上海徘徊。望道改此一句，在上海徘徊，恰恰道出了今天这个会的主题。今日之举，就是我们正式严谨的成立共产党。幽灵进门，水到渠成啊！我刚从日本返沪，就遇上仲普兄主持建党，真是太幸运了。陈先生，维金斯基说他想讲几句话，请吧，这里畅所欲言嘛。同志们，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汹涌澎湃，然而局限颇多，一是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公独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吉尔特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颇为混乱。此言一语中的。谁敲门？仲普，是我。哎呀，你姗姗来迟啊！季陶啊，快坐吧。仲普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诸位。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你公务缠身，又没人要罚你嘛。别说了，别说了。不，我要跟你们说明白。组建共产党，
我是完全赞同的。望道翻译共产党学言，那也是我委托的。我原本是想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只是我戴季陶自有不方便之处啊。你想退出？不，我其实是不想退出的。你还没有进来，谈何退出啊？你是个自由人，腿长在你的身上，要走就走，想留就留，你完全不必顾虑。好了好了，入丧考妣。看这个阵势啊，季陶啊，你还是走吧。你虽是此房的房主，我看还是回避为好。我心里实在是调动十五，七上八下呀。仲普，说实在话，孙先生在世一日，我就不能加入其他党。好好好，去吧，去吧。孙先生大概在等你呢，去吧。这房子我也不想住了，留给你们用好了。仲普啊，别记恨我。好好好，我也是顾及孙先生。知道知道啊，去吧去吧啊，多多保重。一起步就发现软骨头，也好，山高路远的，免得骨折。现在还有没有后悔的？还有没有要退出的？沈宣儒，你身居浙江省议会议长，你有没有为难之处？你要不要退出？听哪个讲的我要退出啊？我儿子刚刚结婚，我连喜酒都没来得及喝。我从浙江萧山老家跌跌撞撞地赶到上海，我图什么？我就图个共产主义，我就赞成俄式革命啊！戴季陶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小老鼠，我可不是。议长和乌纱帽扔进粪池里好了，我绝不心等。龟儿子才想退出呢。好，有志气。我们继续开会。历史将永远记住1920年8月22日这个炎热的星期日，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了，书记陈独秀。诸位啊，诸位，蔡和森从法国来这封信，大家都看了。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有4种利器，一个是政党，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苏维埃。尤其是政党啊，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所以蔡和森力主要求我们明目张胆地成立中国共产党。
是啊，我赞成成立共产党，但这明目张胆的怕是不行吧？蔡和森出国1年多，对中国黑暗势力的残酷性，想必是忘了。所以我今天就秘密的把你们请来开这个会。和森的想法和陈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陈先生也几次来信委托我在湖南尽快成立党的组织。对对对啊，对是。哎，我们今天就算成立了吧？哎，可以。对呀，对。这成立也得有个仪式手续什么的。哎，对呀，是应该有。好，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大家在这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我们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就算是正式成立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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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呀，可惜现在是秋天，要是春天，满眼桃花时，那我们就是桃园6结义呀！好，那我就先签了。1920年11月，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长沙成立。这时，武汉、广东、山东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连日本巴黎的留学生也都建立了共产党小组。这样，在中国组建全国性的共产党的前景已清晰可见了。胡子，你给我坐下。润之，你搞什么名堂啊？有什么话院子里不能说呀？哎，何胡子，我有个私人请求啊。什么私人请求这么神秘呀？啊，你毛润之从不开金口求人的，看来定有要事。哎，你看，我们共产主义小组是刚刚成立。哎，这个时候，如果我结婚，是不是合适啊？你真的要结婚了？小声点。是杨开慧？嘘。哎呀，你虚什么呀？男女作合，天经地义。你都27了，这结党和结婚有什么矛盾呐？马克思也不主张大光棍啊，他还有燕妮夫人呢。怎么，你们俩人的缘分足了？嗨。什么时候的话呀？你还记得？哎，开慧呀，可真是个好姑娘啊！她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礼教，提出男校开放女禁，带头从福乡女校进入原为男校的岳云中学，现在又在省学联当你的助手。我看你们2个真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我和开慧已经商量好了，不做嫁妆，不做花轿，不举行婚礼。按开慧的说法，不做俗人之举呀。哎呀，这有啥意思嘛？那结婚的喜庆劲儿全都没了啊！所以我想我还是做一次俗人吧。对。你想，一个女人一辈子就只被人抬过2次，一次呢是抬进门，一次呢是抬出门呐。不错，1为婚礼，2为葬礼。这2次被抬呢，是女人最风光的时候抬进门是笑的，抬出门是哭的。不错，唯有哭笑2字。是啊，这就是悲欢人生啊。人生在世，悲欢2字，除去悲欢，还有什么呢？所以我想女人一生被抬2次，若少了1次，悲欢2字就丢了一个，就好比
越缺一半，这岂不是人生一大憾事吗？不错，抬，一定要用花轿把开会抬进门。润之先生，有人找。哎，你怎么来的？早来的。你来干什么？润之没告诉你啊，我们要结婚了。啊？对，我们今天结婚了。什么？孙中山回广州了，他还要做总统，听说还要加上“非常”2个字。哼，非常大总统。本总统不怕有人跟我唱对台戏。总统大人，您放心，我军将士也不怕和他们唱对台戏。时局一动荡，就有人跟着闹事。现在闹到工人那里去了。什么学校，什么俱乐部，全是城里那些不安分的秀才跑到工人那里去煽乎的。那个长辛店就是个祸点儿。你马上派人去长辛店，给我收拾收拾。是，大总统，我马上派人去。情妇是天生就有的吗？邓先生，外面来了一群马队，说要到学校抓烂党，你快躲躲吧。那可怎么办？大家不要乱。小李子，你路熟，快点跟先生走。邓先生，快走吧。好。哎，大伙，师傅们，你们也赶快离开这儿吧。好，走，快走，快。咱们快走，快点，走，快点啊！快！这边，哎，这边，哎，快走，站住！来人呐，把牌子给我砸了，房子给我烧了！快！不是烧！刚才给你们讲课的乱党呢？在哪儿？你说，你们把那个乱党藏哪儿了？啊？我们这儿没有乱党。我看你就是乱党。我是铁路工人。铁路工人，不安分干活，上什么学？认什么字？识了字眼睛亮，能认识好歹人。那你说我是好人还是歹人呢？你是好人里面挑出来的。我看你是中乱党的毒太深了。你凭什么打人？打人？我还要杀人呢！大火！杀人！弟兄们，撤！
天日！先生息怒，工人阶级的血绝不会白流的。邓中夏有没有受伤？工人们掩护他逃脱的路上摔破了腿，问题不大。我要去参加郑大武的葬礼。李先生，您现在露面是不合适的，您在北京也得小心呐。我们正被放在铁砧上啊，上面有黑暗势力的铁锤，脊背上有同志的判例。但是，任静啊，你要记住，共产党成器，正是在这样的锻打之中。李先生，您不是在和陈独秀先生商议成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吗？是的，五指收拢，才能形成拳头。那应当尽快行动，把全国的大旗举起来啊！此旗手，非陈独秀先生莫属。陈先生不是到广东主持教育了吗？在广东也能做这件事。只要他把手伸直了，在哪儿都是一面大旗。我只担心，就是他迟迟不举手。1921年6月3日，驶入上海的意大利轮船阿奎利亚号，将共产国际的荷兰籍共产党人马林送到了上海。他是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委托，专门到中国来考察社会政治状况，是否需要组建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这个城市与爪哇的城市不一样，远东地区的城市，应当说都一样。是吗？是啊。你是指什么呢？是人民的生活，对吗？我是说，无论是中国的上海，还是东南亚的爪哇地区，同样是暴政横行，人民苦难。不，你这句话就应当反过来说。这我倒要请教。那就是人民伟大，暴政虚弱，有道理。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同时，负有同样使命的俄共党员尼科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派遣，也到达了上海。你找谁？马林同志，是我，我是尼科尔斯基。哦，尼科尔斯基同志啊，请进。好的。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利克斯·斯内弗利特，乘意大利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后，即借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雷森，并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好，马上派人送到荷兰领事馆。是。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我们正将会议通知书发出，
会议地点就在上海，会议代表13名，代表全国57名共产党员。为什么是13名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2名，就是北京2名、上海2名、广东2名、湖南2名、湖北2名、山东2名，这样是12名，再加上东京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名，所以就是13名。在巴黎不是还有共产主义组织吗？非常遗憾，由于地理关系，他们已经不可能派代表于7月份赶到上海了。早知如此，我轮船上就顺便带一个来了。请你们将这阶段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报一份给我，我要转报共产国际啊。我刚才提的就是工作，我们没有另外正式的计划和预算。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将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正式的书面报告。财务方面，如果你们有困难，共产国际将予以支持。马林同志，尼科尔斯基同志，恕我直言，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目前无法回答。总是要加入的嘛，世界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一个伟大的整体。即便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有待研究。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援助我们愿意接受，但也应该由我们按照工作的实际情况加以自由支配。上海怎么比苏门答腊还要闷热呢？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嘴像枪管子，但是我们的心就像共产主义的旗帜一样是炽热的。若是你们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同志在这里，我想他一定会更加明白这一点的。军长先生，什么事？淞沪警察厅长徐国良先生派2位人来，要求见您。请进来。请。军长，国际党可能集会，这消息可靠吗？可靠。可靠为什么要用“可能”2字？告诉贵厅长，如果国际党可能集会，巡捕房就可能会管。你们请回吧。军长先生，还有个情报，那个荷兰人失踪了。什么？派出的监视怎么这么笨？马上去找。是。等等，告诉我们的人，我法兰西在上海的租界就是我法兰西的领土，但是它又跟我法兰西本土不一样，有些事插管太严，有违于我法兰西思想自由的精神。如果不去插管，又不利于我法租界的安全。这好比我一条鱼，我的松就会溜了，我的太紧也会滑溜的。军长先生，现在是握得太紧了还是松了？鱼都不见了，你说是紧是松？明白了，军长先生。
1921年7月23日晚8时，这是历史将永远记住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的餐厅庄严开幕。诸位静一下啊，静一下。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为了将代表会议顺利开好，首先之项呢是推选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呢各位是推举仲仆来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仲仆事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掀起一个四方联络的作用。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再在会议上担任主持并不合适，所以我认为还是另外慎选一位同志为好。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咱们就民主选举吧。我看对，应该是民主选举。我看还是由上海的同志主持吧。鹤鸣、汉俊，不必谦虚了啊。还是汉俊同志主持吧。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那么，我们就请北京的同志主持一下，诸位觉得如何？这个可以，我同意，我同意啊，这个办法可行。北京毕竟是贵国的国都嘛。哦，好，既然有各地同志的推举，有国际代表的同意，就由我来主持吧。本次聚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幕，希望诸位能够协助本人主持好本次会议。下面是不是该推举2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呢？对，这点还很重要，应该有个记录。这样吧，我看就由毛泽东和周福海2位同志担任吧。不行，有来记录吧，还是来吧，来吧，别推辞了。好，那么我就做记录吧。这样最好。任之啊，记录重要的历史，还得仗你这一手漂亮的字啊。历史啊，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啊。对，是的，对，有道理。诸位同志，下面我简要提一下本次会议的议题，首要的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下面由马林同志致辞。亲爱的同志们，我谨代表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轻一点，轻一点。1921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谁也没有想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他们。辉森啊，你来介绍一下广东方面的情况。好，我们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猛。在几所大学发展了一些进步小组。你再说，就连工人阶级也都加入进来了。谁呀？我们上海方面的情况跟你们那里差不太多。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这需要我们去。你找错了，这儿不是社联。对不起。这次出什么事？什么人？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像是好人。你可千万注意啊！汉军，这附近有个社联吗？数过3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肯定没有姓王的，也没有什么主席。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对，同志们，一定是密探，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这样吧，请大家分批走，前面走几个，后面走几个。好，同志们，别忘了拿好自己的文件呢。好，啊，走吧，走，咱们几个前面，走吧。好，你们先走，走先走。走吧。哎，公伯，你怎么了？腿抽筋。这样吧，你先别走了，也许是场虚惊，我们就聊聊天吧。哦，先看看有没有文件散落的。嗯，好吧。我们是租借巡捕房的，你们不要动。走。都怨我，我刚去给大家倒茶水，那人就闯了进来。要是大家被抓……哎，好了，这事儿也不怨你，被巡捕房盯上了，事情啊，早晚都会发生。会务，别哭了，没什么。你看，我跟仲甫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别着急了啊。是自己人，我去开门。辉色啊，大家都回博文女校了吗？都回去了，一个不少。啊，现在就差留在理工馆的汉俊和龚博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威胁。我去看看。我陪你去。不用，两个人目标大。我也回去了。你们听着，从这屋子里的藏书，完全可以确认，你们是一伙社会主义者。就凭这，我就可以封掉这房子，逮捕你们。但看来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我们可以通融通融，不抓人了。请注意，以后在法租界上，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更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啊，走。哎呀，天保佑，这份档案没被发现。龚博，没什么事儿了，你可以先回旅社了。好，那我先走了。啊，小心啊！啊，龚博，路上小心啊！怎么了，龚博？外面有密探。去，过去。谁呀？是我，汉军兄，开门。这里没事吧？刚被警察搜过。多亏汉俊沉着，搪塞过去了。哎，其他同志怎么样了？住在博文女校的都安全回去了。贺明就是不放心你这里，所以让我过来看看。你马上转告贺明，再在这里开会已经不可能了。我也很难离开这里，我一动就会有眼睛盯着。哦，博文女校也不安全。你们马上集中到渔阳里2号商量一下对策。
陈先生在广州，警察局全知道，所以那里相对安全一些。好，我马上通知大家。再开会，我是不能参加了。我夫人，那你就回旅社等通知吧。好的，走吧，和惠僧一起走吧，他也好结伴送你。行，走。刚才呀，我那人给我提了个建议，他的家乡嘉兴是个县城，那里民风淳厚，环境优雅，距上海仅2个小时的火车。我那里亲朋多，不用事先安排，我保证你们比在上海吃住都方便得多。嘉兴有个南湖，游船很多，你们可以租条大船，边游湖边开会，这样会更安全一些。对，哎，去南湖，去南湖。当年呐，乾隆皇帝6下江南，传经烟雨楼8次登楼观景啊！我呀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啊。我是倾向去南湖啊，大家意见呢？润之兄，你是很少开口的，你说呢？大丈夫，明断为先嘛。好，一字千金。是，那就这么定了啊！进嘉兴的火车很多，对，明天我们一早就分批出发。好，会务带第一批先走，我最后走。好，今晚怕是要大家在这儿凑合一下了。那汉俊兄和陈公博呢？汉俊背后有眼睛，他不去为好。公博那里，明天一早我去请他，让他和我一起走。好。